没错，我再怎么说，魏无羡勾着嘴角，看着缓缓走近的蓝忘机，也是蓝二夫人吗？蓝忘机走到魏无羡身边，自然地握住对方的手。回家了，魏婴。蓝忘机声音温柔，但眼神却像把利刃一般刺向江城。江城不由自主内心一颤，扭头看向别处，掩饰自己的失态。魏无羡拉着蓝忘机走了几步，又回过头，看着江城坏笑着说：“告诉你，我老公很凶的，再惹我，小心踹死你。”江城咬着牙齿，面对蓝家两兄弟，愣是半天没敢出声。蓝湛，抱歉啊，我不想跟他扯的。回去路上，魏无羡向蓝忘机解释道：“我躲哪他都能找过来，真的是。”无事。蓝忘机淡淡的说：“以后遇到此类事情，尽管随性而为。”那岂不是丢我们家的脸？魏无羡惊讶道：“不会。”蓝忘机握住魏无羡的手，温柔地说：“蓝家会一直护着你。”啊，好感动！魏无羡夸张地叫了一声，一把扑到蓝忘机怀里。蓝忘机稳稳接住魏无羡，低声说：“没有人可以欺负魏秘书。魏秘书，请把这份报告马上送给蓝副总。”秘书室内，魏无羡正在整理档案，云深电子的人就来了。蓝副总在午休。魏无羡接过报告，放在桌上。税务局的快来检查了，蓝副总不尽快审签，准备工作就来不及了。云深电子的人催促道：“那麻烦你们下次早点拿过来呗。”聂怀桑伸长脖子挖苦道：“那人正有求于秘书室，忍着没回嘴。上周云深电子接到通知，税务局月底要来进行随机税务稽查。云深电子在蓝副总接手后，内部自查整顿过，又踢走了苏涉这种败坏分子。虽然不怕被查，但好些资料还是需要准备的。”魏无羡没有说话，拿过报告先看了起来，有些地方写的不够规范。魏无羡征得对方同意，拿起笔勾画了几个地方。蓝副总上次才说了，这个地方不能这样提，还有财务数据再列得更清楚一点，能来企业稽查的都是专业能力很强的，这种地方不能写得马虎。还有这里，苏涉的事情也要附一个说明。魏无羡边看边改，云深电子的人在一旁听得认真，连蓝忘机何时过来秘书室都没发觉。蓝忘机饶有兴致地看着魏无羡专心致志、忘我工作的模样。一旁的罗清扬和聂怀桑不敢吱声，只得认真工作。魏无羡埋头改了一阵，抬起头发现蓝忘机正盯着自己看，惊讶道：“蓝副总什么时候过来的？”云深电子的人赶紧低头致意，结结巴巴说：“蓝副总，报告，按魏秘书说的改。”蓝忘机低声说完，便进了副总办公室。诺，拿回去尽快修改。魏无羡把报告递给对方，蓝副总下午会过来，到时候再和财务资料一起看。云深电子的人赶紧道谢，拿着文件回去了。魏无羡泡好咖啡，推开蓝忘机办公室的门。蓝副总，下午4点出发，可以吗？魏无羡把咖啡放到蓝忘机手边，顺便确认道。蓝忘机放下手中的文件，目光温柔地看着魏无羡。魏婴安排。蓝副总，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。魏无羡佯装生气，那我安排下午回家睡觉，可以吗？蓝忘机抬头看着身侧的魏秘书，认真回答：当然可以。现在是上班时间，不可以调戏秘书。魏无羡嘴上这样说，却很自觉地坐上蓝副总大腿，这是违反公司规定的。蓝忘机环住魏无羡的腰，把头埋进他的颈窝处，低声说：调戏秘书不可以，调戏伴侣可以。强词夺理。魏无羡脸颊滚烫，侧过脸吻了上去。下午，蓝副总准时抵达云深电子，除了魏秘书，还带了几个总部的财务人员。蓝忘机做事雷厉风行，做好分工安排后，便来到云深电子内部会议室审签修改后的报告。经过魏无羡的审核，蓝忘机并没有看到有什么不妥之处，签字后就和云深电子的负责人商议事情去了。魏无羡没有跟去，留下和总部其他人员一起帮忙检查财务档案。魏秘书，这次谢谢你了。云深电子的人趁工作告一段落，凑过来说：谢什么？魏无羡没有反应过来。报告呀，多亏你帮指点，才顺利通过了。那人小声说道。哦，这个事啊。
魏无羡后知后觉笑着说，本来就是分内的工作，云深电子的事情，蓝副总也不可能置身事外。哎，不过结婚后，魏秘书你似乎更爱笑了。都是年轻人，云深电子的人忍不住敞开了聊。我以前不爱笑吗？魏无羡问。严肃得很。总部的人插嘴道，以前的魏秘书总是一副很谨慎、超认真的样子。对呀，不过蓝副总好像也变了不少。云深电子的人接过话题，马上又递给魏无羡，魏秘书，你说是不是？蓝副总哪里变了？魏无羡摸着下巴思索道，要说变化，话多了些，折腾我的姿势多了些，一如既往霸占我所有的时间。